在家用手机拍照，很多时候不论是光线、场景或其他软硬体设备，都不如专业的摄影棚那样周全。如果要等到所有的条件都完美才按快门，可能你的 IG 上也没有几张照片可以放了。这部影片中，小蓝狐将实际示范如何在拍摄条件不佳的情况下，运用3个技巧避开场景中的瑕疵。赶快来看一下吧。在开始介绍之前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以免费获取更多最新手机拍照资讯哦。这是中午的午餐，黑胡椒牛柳，非常生活化的食物。为了拍起来感觉明亮一点，我们搬了一个纸箱，并将食物放在靠近窗户的位置，确保光线充足。如果我们直接这样拍起来就是这样，太过真实了，这是纯粹的随手拍，不是摄影。依照食物的颜色，我们先简单的搭出相应的场景，将木纹纸铺在纸箱上，遮掉难看的胶带及污渍，并在盘子底下加上粗黄麻布，增加层次感。若调整场景之后，我们再来重新拍一下，拍起来是这样子的。虽然比一开始直接拍好一点，但整体并没有特别的看点，不管是食物本身或是整体的氛围感都不够强烈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照片拍起来更好看呢？当你的场景觉得很空，或是看起来不够好的时候，就试试看第一个技巧。画面物件数量并不多，整体感觉很空旷。我们先将支架调低一点，主要拍摄食物本身。目前采用的是居中构图。当你的食物整体样貌在镜头上并不特别讨喜，盘子本身有缺角，或甚至可能是吃了一半才想到要拍照，或是食物馅料不丰富的时候，就可以考虑不要让食物全面入镜。我们先用筷子将食物尽量往左边靠拢，让露出在镜头内的这一端看起来馅料比较丰富一点。接着调整一下盘子的位置，可以将居中构图改成偏心构图，仅露出盘子的3/4或2/3即可。拍照时记得开启手机格线来作为构图的辅助，可以更准确的抓好比例。从拍摄场景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我们将盘子摆在取景框靠右的位置，并将食物大幅的往盘子的左边堆。从画面中看起来好像很多，但其实盘子的右半部都只有汤水而已，并没有馅料。拍起来就是这样。运用偏心构图，可以同时利用盘子本身的弧形框住视觉重心，与刚刚相较之下，就可以更精确的让视觉聚焦在主体上，同时避开了场景中难看或是有瑕疵的部分。但如果你不擅长调整构图，或纯粹觉得一直调整场景很麻烦，也可以试试看第二个技巧。回到一开始还没有调整的样子，在完全不更动场景的前提之下，我们改为调整手机的取景位置，用特写来拍摄，避开不好看的部分。既然要拍的是近景，就不需要大型支架，我们将手机架在俯拍支架上拍，以手机取景框内为准。注意食物本身的样貌，可以适时的转动盘子，找到食物比较好看的那一面。当手机往食物靠近，从荧幕上看起来，食物占了约画面的80%，或甚至更多。当整个画面都仅有食物的时候，食物本身的好看与否就非常关键了。采用特写去拍，画面便聚焦在食物本身，周围环境的重要性就大幅的降低了。拍起来就是这样。但如果你不想要调整构图，也不想要改成特写去拍，还有其他方法吗？这时候就可以尝试第3个技巧。一样回到一开始的样子，直接这样拍会感觉很松散。这时候我们只要运用前后景的概念，让整个画面有一个延伸感，就可以让整个空间效果更明显。这里我们拿仿真树叶放置在靠近手机镜头的位置，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可以窥见桌上的食物。即便树叶比较靠近镜头，但因为对焦的位置是在食物上，镜头前的树叶就会产生虚化效果，纯粹用来填充松散的场景，并不会抢走主体风采。拍起来就是这样。以后，当你在家拍摄时，若场景条件不佳，就可以运用这3个技巧，让照片拍得更完美哦。在家用手机就能拍，你学会了吗？若在拍照上有任何问题或关于道具的安排，可以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整理好之后拍成教学影片回复哦。拍照并不难，记得试试看。